Go 刘英 ，Where are you going？拿嘎唱去打球喽。不行，你退役了，你要好好休息。来，你拿这个，我拿这个。这个是我的嘎唱。本节目是由德国百年家电品牌 Bosch 冠名赞助 ，Inventor for Life 科技成就生活。Bosch 家电提供高品质与完美科技的产品，为你我打造更轻松、健康的家居生活。家是一个 responsible 一个責任。家對我來講是一個避風港吧，更有愛的地方。我有咩唔開心，我翻到屋企咧睇到佢哋，我亦都好開心，所以都忘記晒所有嘅煩惱。一整天在外面忙碌了過後，然後回到家就是有一個舒服的地方去給我們去放鬆啊，然後去給我們有自己的空間。家它應該要的元素就是它應該是充滿溫馨、溫暖，然後回去可能有一個飯來迎接你啊，或者是有家人來等待你。吃過多少山珍與海味，最懷念的還是從小吃到大的好味道。那份家的味道始終如一，卻總能讓我們心滿意足。欢迎大家收看由 Bosch 冠名赞助 Yes Boss 和 Foodie Monkey 双平台播出的《回家吃饭吧》第2季，掌声鼓励鼓励！哎，现场来一点掌声，各位。然后当然要很热烈的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柳莹。Hello， 你好，大家好。今天在这么漂亮的这个厨房，你知道大展拳脚。你对于你吗？没有，我看你大展拳脚，所以你对厨艺这件事情熟悉吗？其实简单的还是会啦，我比较爱吃，有时候就觉得，哎呀，这个口味在外面吃不到，所以就会特别想要煮自己喜欢吃的口味。因为我长期都是比较多是自己下厨给我自己，所以都是一些家常小菜这些我会比较拿手。是的，我们现在呢就要煮一下柳莹版本的猪脚醋。先问你一个问题，你知道猪脚醋要用哪一个腿，前腿还是后腿会比较好吃吗？这个我真的没有研究哎，前腿比较好吃。对，前腿比较好吃，但是很多商家会给你们后腿，为什么？扯后腿。好了，来，我们赶快准备一下。好，来跟我们讲一下，我们煮猪脚醋到底要需要什么食材，好不好？这是醋，然后这是红糖，然后这是姜，然后有料酒。有些人喜欢吃那个手蛋，我自己也喜欢吃，所以我也会放。可以了解。所以我们一开始第一个步骤就是要先搓水吧。好。那哎。好，开始了。你是看住我，我还以为今天我教你耶。没有啦，你没有看到刚才我把那个锅铲交给你咩？我还以为这我今天做你的助理，好不好？啊，好 ，OK， 好。所以刚才这些都是你切的？不是，就不要讲出来嘛，这些东西。所以我们先冷水下锅。OK， 奇怪，为什么是变成我煮呢？因为要去它腥味，所以就是我们会放料酒，然后这个青葱，然后还有几片姜，还有料酒也要放下去，然后开最大火让它飞一下水。你在退役之前呢，就是常常会参加比赛啊，还记不记得就是第一次没有在家过年的感觉？有一点委屈，真的，那时候就，哎呀，我家里人就是看到家里在发照片，就哎呀，怎么我在这里打比赛，然后就我一定要赢，不然我的这个假期就浪费了，是不是？印象特别深刻的时候，就是我在中学那段时间，就是我在运动学校，那时候因为刚好我的队友很多都是在 KL 斯兰奥的，然后只有我一个在马六甲的，所以有时候看到父母带汤煮的食物给他们的时候，其实心里真的是会想，哎呀，如果我父母也在我身边，那该多好。当时这个感受真是特别深刻。到现在我都记得，所以我还是很喜欢吃，就是回家吃饭这种感觉。我们在聊天的当然好像也是 OK 的，是不是？对，可以了，让它就是那个血水已经浮上来了，干净了，然后我们就可以过水啦。好，我们现在就是要做这个
把醋放下去卤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先要拿一点油下锅，油下锅一点点就好，可以，我们就下姜。个人的口味吧，就有些人喜欢吃比较辣的，你可以就下多点姜。因为我觉得我厨艺进步，特别就是在我小孩出生之后，因为我小孩不爱吃东西，所以有时候他的东西我要准备很多样，然后要各种。西式啊，中式啊，就是很想找到一个他喜欢吃的东西，结果我到现在还没找到。喜欢吃的大概是什么东西？白饭，气死我！可是会喜欢吃白饭的小朋友也是很可爱耶。他喜欢吃白饭面包，我的天哪！我知道它是淀粉。然后我们现在爆香了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加肉。哇！好像我们出外国比赛的时候，就是好像欧洲，如果我们当时刚好住在那种 service apartment 的话，我们都会自己煮。你们最喜欢煮的一道是什么？因为我之前听炳顺说扣肉米粉，我都没吃过，真的没？他们讲那真的很容易啦，就那罐头嘛，对，会比较容易啦。我觉得你让我想的话，我觉得就是速食面他们是最会的。但是真的没有开玩笑，他们煮的速食面真的比较好吃。因为你们已经是研究到我知道要煮多少分钟是最美味的。那个水一定要就是在沸腾的时候下面，然后在下面，然后那个水要打到多少，不能有多少水，然后配那个再配他们自己的料。我说真的，这个我觉得他们煮的比我好吃。可以加醋了，这很重要的醋。通常都是焖隔夜嘛，对不对？最少我鼓励是45分钟到1小时。当然，如果你有时间的话，煮一个小火慢炖3小时。也 OK， 就已经是非常入味了。那通常你想要特别煮一道新年料理的时候，会跟谁一起来做？会跟家婆一起来做吗？不会耶，因为我的家婆太厉害了，就是简直就是大厨，就真的这没有我的位置，她可以一个人准备30个人份的。就是潮州人其实我觉得应该有共鸣的就是卤鸭。卤鸭，哇！你们家做卤鸭？我很喜欢吃卤鸭。然后我家婆她会很厉害，就这个卤鸭这套菜是我学不会的，很难啊，很多工呢。然后我家婆也是很厉害，煮鱼啊鸭这些她都真的是煮到很好。而且新年就是要吃鱼啊鸭啊鸡啊，对我来说是卤味。我们的鸡蛋还没放进去，闻的那个醋和呛味。这样扑鼻而来，最后才放也可以，不用一起对这样子。对，有些人还会喜欢放干辣椒，然后因为它会稍微带一点辣，可能小朋友等下也会吃一下。对，就是那辣椒干就先不用。这是应该是小朋友第一次尝试，所以就想稍微做甜一点。我真的是很期待他吃的感觉是会怎样哎。好啦，然后这样我们给它滚就可以啦。好，不过呢，我们今天当然不会只是煮一道菜。搞定了咯？没有哦，你的任务还没有完成的嘞。你看一下，这样吗？你看一下。哎，不能哎，摆盘真的不行哎，煮还可以哎，可以求救吗？你要求救谁？你要求救谁？肯定是 Orange 小姐呀！我来帮你啦，你都呼唤我了，是不是？我们今天要做这个 decoration 叫做财神爷爷，容易的。我们只要做头、身体，还有他的那个帽子。OK， 我做头都没动。叫我做好的那个 bottom 呢，剪一半。哎，这个真的很容易哎！你现在开始训练哎，因为以后你就要跟你小孩一起做那个手工。天哪，这种我真的没有天分哎。我天啊，帽子比他头还大，有像吧？应该有像吧？我看，OK 啊，OK 啊。吗？是这样吗？对，然后插下去。有谁啦？有谁？可以吗？可以啊，这个要靠你了，真的。其实要挡煞嘞，我们的眉毛要粗。那我们，你知道每个人心里面的财神爷不一样的嘛，好吗？还有是关公是吧？还有胡须，对吧？呀，那看到吧？谁来敢欺负我？
我们财神会把所有的财物拿过来啊。是我们的财神爷是还 alive， 呀可以吗？你看可以，拜拜。多生动，可以啦。太好啦！好咯，这样你就帮我们把这个菜放上去那个饭桌那边。好可以上桌啦对，然后我这边我就来整理一下，好的我来洗碗，好不好？ OK，太好啦，辛苦啦。耶！其实我有私心，我要用洗碗机，有没有用过洗碗机哦？从用餐开始，对自己好一点。Bosch 洗碗机使用高达75度的高温，配合强劲水流，轻松清洁油腻餐具。Bosch 全球首创的沸石烘干技术，针对各式餐具提供卓越的烘干效果，省时省水又省电。太好了，我们邀请到了柳莹的一家人来这边吃团圆饭。安迪安哥好。好，你好。哎，可是这个位置应该不是你老公坐的吧？上位，来，凯凯来，可以，来，你坐这，坐这 ，OK， 坐这啊，坐这。OK， 他自己已经自动模式了 ，OK， 来。哎，这位小朋友凯凯就是你的儿子啦。凯凯讲 Hello， 这样子对安杠弟来说，柳莹是一个怎么样的女儿嘞？我们两夫妻都是多么的幸运啊，有这么的一个女儿，从各方面来讲，只有好没有坏了。所以我不懂要你叫我问我他有什么缺点，我真的是一时想不起。我在心里就是但是如果一个宝贝你女儿。问我他有什么好的地方，我就认为从各个角度他都好。要讲3天哦，这件事情。我3天也许讲不完了。安迪呢？安迪觉得柳莹，你是想哭？你感动？因为什么事情让你觉得很感动？没有，一讲到从小他就很可以吃苦，我只是一直在看他的成长那些罢了。最主要是他很孝顺，很孝顺父母。像柳莹，你之前就是如果是遇到一些挫折的时候啊，跟爸爸妈妈聊电话的时候，会不会报喜不报忧？对，其实哦，你也是激动是吗？你也是觉得妈妈被人家欺负的时候很可怜哦。其实我就是这种典型的报喜不报忧，因为我就是从小算是比较离家，就是13岁的时候我就已经是自己生活了嘛。很多时候我其实是不想给他们知道，有时候遇到挫折的时候，所以基本上。每次我就说，哎呀，没事啦，受伤一点点，我去医院一下就去照，妈妈应该是 OK 的啦，正常啦，我会这样啊。如果真是有时候因为伤病而必须要退赛，我会说，哎呀，不用紧，我就这次先退，先休息好，然后再看下一个比赛，这样我就不会跟他们说，其实我这次比赛弄伤了脚，然后我已经不能比了，就我不会这样子来讲，就不会让他不会把最脆弱的一面就是立刻显现在你的面前啊，怕他们担心啊，对不对？有时候如果有一些负面的评论的话，就会说，哎呀，其实也没有关系，那些人都也是你们生命中的过客，你就不需要去在意那么多别人的想法，你自己没有事就好了。哎呦，阿弟很有感触哦，就是有时候看到柳莹的她的成功，或者是在遇到一些挫折的时候，你平常会有什么样的关心的方式？一路来他都很独立的，这些东西啊，我知道他都可以舍得。其实这样的离开也是很好，是因为你很多东西你要自己学着去处理，你没有办法，你没有办法，你找不到人去求助，所以那时候我可以说，如果我没有离家的时候，就不会有现在的吴柳莹。如何？很好吃，外面有一点带酸，然后保有那鸡蛋的好吃的味道。女儿煮的什么都好吃。
真的。很少机会吃到真的煮的是很好吃。因为我真的是在家会比较少下厨。吕英啊，从14到12岁在家里啊，一个杯都没有给他洗过。我们在家里没有给他做过家务。那你现在已经当了妈妈嘛，有没有更加可以了解到爸爸妈妈苦心？是，特别是他们的父母的想法，因为以前就觉得，哎呀，为什么父母会这样子想？为什么他要这样做？但是后来有了孩子之后，你才想，哎，原来当初是这个原因。然后，因为我可能就是，可能脾气比较暴躁的人，有了小孩之后，我就觉得，哎呀，真的是训练了我的脾气，就真的好了很多。第一次来 try 一下，这是应该是小朋友第一次尝试，所以就想稍微做甜一点点。我真的是很期待他吃的感觉是会怎样哎。好吃吗？好吃吗？然后到节目的最后，心与心交流的时间。如果在这个时候想要对对方讲一句话，柳莹会想要对爸爸妈妈讲什么？因为我记得之前我爸有说过，他看到我走这条路走得那么辛苦，他怀疑他自己做错了一个决定，然后他觉得因为他做错决定，然后让我受了那么多苦。但其实我就想说，其实真的不是的，就是如果没有羽毛球，就没有现在的我。就是你安排的每一条路啊，你们就是看得到，因为我爸以前是做晚班的，就是晚上上班，所以我是下午才看到他的，下班回来，他就为这个家付出了很多，所以就是很感谢，很感恩他们这一路的栽培。就当然也是我非常是爱他们的。然后我妈妈就是比较是一个严厉的角色，所以她就是比较就觉得还是要现实一点。有些梦想是梦想，但是我们还会在学业方面会比较严厉，所以就是变成有2种不同性格的去栽培我，所以才让我现在也是对就是生活自理方面都是做的比较好，所以也是很感谢我妈妈在这一方面的苦心。当然把我们养到这么大也是不容易，就特别是当了父母之后，就特别能感受有这种感觉，哎呀，真的父母真的是不容易当。所以真的是就是每一年的新年都是很开心，可以跟家里人一起相聚，就很想弥补之前失去的一些时光。妈妈、爸爸有什么话想要在这边跟柳莹说？他在打球的时候，每一次都是心里就有一个担心。他一听到他有任何的伤或者什么，我这个人就指责自己的那种想法。为什么要让女儿？你这样疼女儿，为什么又让她走这一条路，又让她要承受那么多的伤痛？但是现在她进入另外一个阶段了，成为妈妈了。希望他们两夫妻了能够爱啦，多生几个孩子，让我们有多几个孙，那个就是我最期望的啦。美满的家庭，这些是我目前要祝福他的。谢谢我们今天的嘉宾，谢谢。当然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金主爸爸 Bosch 呀，我们今天来到这个体验馆呢，真是非常舒服。所以大家如果想要知道更多 Bosch 的店切的话，也可以来到这边哦。下一集的回家吃饭吧，到底有谁呢？先预告一下，我们的嘉宾有2位，然后是一对的。到底是谁呢？敬请期待吧，拜拜。为什么啊？看起来很容易耶，可是他这样子不头重脚轻。我觉得我好像找错助理，你现在才知道。哎呀 ，pass 啊！你不给我 pass， 我叫我财神来惩罚你啊！